的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我是你的室内设计师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来找我哦。好，那在我们的影片开始之前的话，也请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好，那我们之前有在我的影片有提到说，我在刚接触这一行的时候，我最痛苦的就是在工地现场听不懂一些师傅的术语。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还蛮年轻的嘛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是很清楚。那我觉得今天人一生中一定会有这些装修的需求，不管你是从事这一行，甚至是你是一般在做其他工作的人，你一定会有一天会有装修你的房子或者这些需求。那我觉得学习一些术语的单字的话，对你是有绝对的好处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简单来教大家10个简单的一个装修的术语跟单字吧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单字就叫做 slope。那 slope 的话是指我们的天花板，而且是在未经装修之前。未经装修的时候，你原本的结构就会有一个天花板，那这个天花板的部分我们就叫做 slope。那我们的很多单字呢，基本上都是古早的时候呢，台语，然后兼有一些日本的文化，然后用日文带进来的。那我们就先认识第一个楼板，就叫做 slope。好，那我们第二个单字呢，就叫做哈利。哈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房屋结构的梁。那这个梁呢，我们的房屋结构通常都是柱子，它是主结构体，然后再配上横的梁。然后在最后再加上楼板，类似这样子的建造方式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梁，大家在讲的时候都会讲哈利，那一样，它也是从日文带过来的。那大家要记一下，梁就叫做哈利。所以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，在讲梁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讲哈利，师傅会比较容易听得懂哦。好，再来是第三个我们要教的是窗帘。那窗帘的讲法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教它卡垫。那卡垫在英文的时候，它原本是叫 curtain。它应该是从英文转到日文，然后日文到最后再流到我们的台语这边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窗帘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卡垫，记得了吗？再跟我念一次卡垫。好，那我们再教第4个。我们刚刚有 slope， 然后有哈利，这都是在我们的天花板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定一个天花板下来。那天花板的话就非常简单，我们就叫天棚。记得天棚，就是很直观嘛。你讲天棚，我就知道你要定天花板。那定个天花板的话，不管是轻钢架的，你是木做的，基本上它就是有装修过的天花板，我们就要叫它天棚。好，再来我们来讲第5个，我们做了天花板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必须要安装窗帘，然后我们为了要让窗帘更加的美观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定一个窗帘盒。那窗帘盒呢，它基本上就是从木做的天花板再延伸下来，它为了要遮住窗帘的轨道，它就会形成一个遮蔽性的一个木座。这样子的话，在我们木工的里面都会称为叫窗帘盒。那窗帘盒就非常的直观。刚刚我们讲窗帘是怎么样，就是卡垫，盒子就是这个扣啊，所以卡垫扣啊就是窗帘盒。来，再讲一次，卡垫扣啊就是窗帘盒。好，那刚刚教了5个单字，那我们就把这5个单字组合成一个例句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遇到一个师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讲说，在这slope这边，咱要定一个天棚。我天棚的关刀就是伫哈利下骹，而且我搁要再要倒一个卡垫，啊卡垫迄面顶要倒一个卡垫壳啊，你知无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好，我的楼板我要做一个天花板，我的天花板的高度呢要做在我的梁以下，然后呢我要装窗帘，然后并且再帮我做一个木做的一个窗帘盒。这样子讲的话，你就变得非常的清楚，很快你就可以让他理解说你想要做的什么事情，因为每一个单字。它的东西是非常精确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术语，所以你这样子跟沟通的话，你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哦。好，那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天花板到窗帘这边装修的一个行为的简单5个单字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再来讲，如果你今天要定的是一个厨具的柜子，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术语呢？好，那我们的第6个单字就叫做汤芯。什么叫做汤芯呢？就是桶身。那桶身就是我们的厨具里面的话呢，它基本上它有分3个要素。第一个就叫做台面，它的台面就是比如说你要用美耐板的，或者是人造石的，甚至是用不锈钢的，在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就叫做台面。然后我们的柜体，它的主结构体，这叫做桶身。它再加上门片或者是抽屉，它就是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厨具柜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讲它的内部的这个柜子呢，就叫做桶身。那桶身的话，我们就叫做汤芯。大家记得咯，里面的桶子，柜体就叫做汤芯。好，在第7个，我们在讲叫做 stainless。那这个 stainless 呢，它基本上也是一样，反正也是英文啊，然后转日文啊，然后最后转台语，类似这样子。
好，那这个 stainless 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就是不锈钢。我们刚刚有讲过，你的台面也好，你的桶身也好，我们其实除了一般木做的，或者是说像系统板，甚至是人造石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选项，就叫做不锈钢。那不锈钢的话，你直接跟人家讲 stainless。那还有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因为它是属于人称白铁，所以人家北提亚。但是你讲 stainless 的话，就非常的清楚了，因为它不会跟任何的音节重复，所以讲 stainless 就是不锈钢的意思。好，再来第8个，我们的所有的橱柜一定正常来讲的话，不是用抽屉的，就是用2个门片这样子开的。那这个在开的时候，它锁的这个五金叫做铰链。那这个铰链呢，我们用台语讲就叫做后溜。所以大家记得，门片在打开的那一个给它旋转的这个五金，就叫做后溜，就是铰链。然后再来第9个，刚刚既然讲到有门片打开的这个五金，那自然就会有抽屉拉出来这个五金。那拉出来这个五金的轨道，我们就叫做肋乳。所以记得轨道叫做肋乳。好，再来是最后一个的话，我们要讲矽利康。那矽利康我们讲就叫实力控。那这个实力控是做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填缝剂。我们不管是今天我们做窗户也好，或者是说做柜子，它在跟墙面在做并合的时候，一定都会有一些缝隙。那我们在这个缝隙，我们就必须用这种填缝器去把它打起来，让它的这个缝是不会进水，也不会进灰尘。然后，所以这个东西打上去了以后，它才会变成是一个完整的装修。所以在所有的一些装修柜体，甚至是一些门窗工程的时候，它在最后收尾的时候，一定必须要再打矽利康这个东西。那矽利康就是实力控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实力控是什么东西哦。好，再跟我讲一次实力控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了后面那5个单字，那这5个单字实际上可以怎么使用呢？如果今天你的装修厂商在帮你施作厨具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提出一个要求，你就可以跟他讲说：塞，我这个我的迄厨具的汤芯，我要用 stainless 的，而且我的后溜加我的肋乳，我拢爱用缓冲的。那最后我的人造石迄面顶甲壁迄抓，你要帮我拍实力控，而且实力控帮我拍较水的。这样大家清楚了吗？就是我这个厨具的桶身呢，我要用不锈钢的，然后呢，我的铰链跟我的轨道我要用缓冲的，最后面人造石在上面，它跟墙壁在接缝处的时候呢，也要帮我打矽利康，并且这个矽利康帮我打漂亮一点，这个一定要讲，因为这个矽利康这个收尾它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但是打得漂不漂亮很看师傅的功夫，所以你要特别跟他讲说，实力控帮我拍个水耶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基本上你的这个厨具就会变得非常的完整咯。那像在刚刚那个单字里面呢，我有在讲到人造石这个单字。那人造石就是我们厨具常用的一个台面。那这个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就只讲人造石就好了，就不用再想说奇奇怪怪它有没有什么术语的，不用想这么复杂。人造石你就讲人造石，大家就听得懂了。好了，那现在刚刚这个10个单字呢，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单元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下一次我也会根据这种主题，再生出一些更多的单字来跟大家分享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好，大家拜拜。